热力数，咱们在做的过程中呢，提前一定要检测水箱里面的水是否装满。那装水的过程中呢，装到这个瓶口边缘是刚刚好的。一定要装纯净水，不可以是自来水，也不可以是含有杂质的任何矿泉水也不可以。在运输的过程中呢，要把水放掉。那放水口呢，在这边下面电源插头旁边有一个白色的螺旋，向左拧开，就直接拿一个小盆接出来就可以了。旁边第一个圆的开关是我们探头手柄的一个散热开关。如果说长期使用了之后呢，可以打开这个开关，将手柄的那个热量散一散。旁边这个长方形矩形的一个开关呢是电源开关。在开电源开关之前，我们将探头装好。我们现在选择的是1.3深度的探头，两边的弹簧卡口接触到我们的一个圆形的一个接口探头的一个深度界面和我们手柄的一个开关按键界面是在同一面上面的。装好探头之后再开机，探头没接触到手柄的时候会报警。这是开机界面。那开机界面第一个显示是我们接上去的探头的一个深度。如果说我们接上去的探头是0.8厘米的一个深度的话，这里会显示0.8厘米。然后呢，521呢是我们这个探头剩余的发数。Standing by 是暂停，我们需要把它按成 Ready 之后呢，进入我们的操作界面。进入操作界面，那么这一个界面呢，是代表着我们探头接触面的能量。蓝色实心点的地方，如果全部都是填满的话，就代表着我们探头黑色这个接触面是所有角落都是有能量的。那么左上角这一块空白区域就代表着我们探头的一个地方是没有能量的。我们探头这个开关键是对立我们人面的，那这边是左上角、右上角、左下角、右下角。那么对应的你需要哪一块地方是有骨头，或者是哪一块地方脂肪厚度是不够2.5公分的，那我们就要选出它不能打能量的一块地方。比如说我现在需要左上角这一块没能量，那么我就需要选择以屏幕上面左上角是空白的这一块。比如说我要打肚脐，肚脐中间这一块地方是不需要能量的，那么我就在打能量发数的之前呢，一定要先把这一块区域选出来。那如果说我需要右下角这一块没有能量，的话，我们首先要把这一块区域给它选出来。选好区域之后呢，调节能量。那这操作界面的第一条呢，这个是我们能量进度点。我们在打的过程中一发下去是576个点，它会在你按下开关键的同时呢，它会从1一直跳到576，中间你按暂停，那么它的数字也是会暂停的。然后第二条呢是我们的一个能量按键。能量按键按数字是没有用的哈，一定要按旁边后面的那个焦耳能量。开机能量是30，最高能量是75。那么我们一般第一次给客人操作，一般从40开始给顾客试能量。在操作的过程中，要问客人他能够承受能量的感觉。如果说不能够承受，或者是需要加减调节的话，一定要先按键上面的暂停键。开机键和暂停键是交替使用的。也就是说我按一下是开机开始，我再需要按一下的话，我需要调节能量的话，按一下这个键是暂停键，然后上面呢也会有一个能量进度条，它是黄色的，一边在做的过程中它会一边调节。然后屏幕这一个按键跟我们这一个按键，这个不是开启屏幕的按键，这个是跟我们探头手柄上面的这个开始暂停键是同步使用的。我们调节好能量，调节好选区之后呢，就给客人开始测尺寸。好，我们在
测量顾客的尺寸的同时呢，第一个我们首先要找出他的一个脂肪厚度，看它够不够2.5公分。很明显，它这个脂肪厚度是够的。我们一定要找出它最高点，脂肪厚度的最高点去测量尺寸。先把尺子量好，好，将后面拉紧，调节尺子的松紧按钮。好。定好之后呢，要画出它在操作前测量尺寸的一个标线，上下，也就是我们待会儿做完之后也是好，前面包括腰侧，至少要规划出4条，能让我们做出的更精准。好。测量好尺寸之后呢，进行尺寸拍照。那拍照第一个要找准它的一个参考点、参照物，也就是肚脐一定要找准。那第二个就是要拍到它这个线，就是我们规划的这个线。第三个要把它的尺寸拍清楚。这一块地方是一定要拍照，那这一块刻度是一定要拍清楚，整个腹部这一块，我们的一个肚脐线尺寸要拍清楚。那我们量完脐下之后呢，如果有些人的脐上的脂肪也是比较厚的，也是够2.5公分的，也是顾客想要去减的，那我们脐上也要给它量一个维度出来。同样的也是先圈好尺寸之后画线。画好线之后呢，进行尺寸拍照。同样也要将它的一个参照物，那这一定要把肚脐拍出来，把这个线拍出来，也要把它的尺寸这里要拍出来。那我们这个绷带呢，不需要每个人都用。那像他这种肚子躺下来之后呢，脂肪堆积不起来为了便于我们操作呢，就用绷带把它的脂肪堆积起来。如果说相对来说特别肥胖的，脂肪厚度比较厚的，躺下来之后堆积比较高的，那我们就不需要用绷带。将两边的脂肪集中，那我们要做的区域就是它整个这一块，绑好绷带之后呢，再进行定位，先找准它肚脐。根据面积大小依次标好点位。定位好之后呢，我们首先从它的肚脐开始操作，先放上凝胶，调好肚脐的选区，将凝胶涂抹均匀。左手定位好探头，右手不要用力，
好，用40的能量开始给顾客试。在做之前呢，一定要告诉到顾客会有热热刺刺的感觉。如果说可以承受的话，不要动，也尽量不要讲话，也不要接电话。如果不能承受，或者是可以再加一点跟我沟通。好，我们开始啦。可以承受吗？可以再加一点吗？可以。好，按暂停键，然后加减调节能量，每一次加5焦耳的能量。可以再加一点吗？可以。好。可以再加一点吗？可以。一般腹部会比腹部中间会比两侧腰部的所能承受的热量以及能量会大很多。探头放上去的时候不要重压，轻轻贴服就可以，确保探头的4个角黑色的一个界面被脂肪包裹住。在没有按暂停的情况下，探头切记不要拿起来。在做的过程中呢，我们要时刻关注到客人的一个表皮的一个状况。如果说一发打完之后呢，我们用1.3的探头一发打完之后呢，表皮微微发红，它的一个效果是正好的。如果说它没有太大感觉，没有发红，也没有特别凹陷的状况下，说明它的脂肪密度是比较密的。那么我们就在做的过程中呢，做完之后呢，用0.8的探头再给它加以修补。好，肚脐做完之后呢，我们要切记一定要记得调选区。那做肚脐旁边2侧的时候，一定要调到这个全方位都有能量的地方。那我们做旁边的地方的时候呢，要压住前面做的一个选区的1/3。那刚刚做的是这一个选区，我们压1/3的话，就是在这一块地方，也就是说2个方格，我们大概是用3发把它完成。可以再加一点吗？好，暂停，加能量。当有的人散热功能慢的时候，如果觉得特别热、特别刺的情况下，我们将探头暂停，不要减能量，将凝胶拨开一点点，停留3-4秒之后，相同的能量放在上面继续打，它是没有之前的一个热感的。不要一味的将能量一直调，一直往下减。在客人能承受的情况下，调到他能承受的最高值，
相对来说效果会更好。依次按照这样的做法，将整个腹部做完之后，给顾客量尺寸。量尺寸的话，也是按照我们刚刚标的那个标线去给顾客量。如果说是给顾客做体验的话，建议从腰侧做，从腰侧开始做体验。那腰侧3、4发左右，对比两边腰侧的一个弧度，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不建议从顾客腹部平面去给他做体验。好。量完尺寸之后呢，要交代顾客要多喝水，少熬夜。有时间运动的话，也可以相对运动一点。一定要加速我们的一个肝脏尿液、汗液的一个代谢。一周之内呢，不要大力的去按摩、揉搓我们操作过的部位。详细热力数问答，我们会有一些专业的电子档文件，详细请见文档。老师，那个他做的话，1个月就只能做1次，对吧？我们操作的频率的话，1个月只能做1次。然后相关的禁忌我们就可以在说明书里找到吗？可以的。OK。